Hello，歡迎收睇金金貓模型。今集陪你清山積系列嘅主角就係 R 之海盜高達 X1 對 H 之海盜高達 X1。組裝嘅零件係有史以嚟最細，係呢兩盒模型嘅特色，特別係 R 之 X1。咁有老花嘅朋友會唔會話完全砌唔到呢？咁眼前就係答案，管人係冇問題嘅。咁至於喺組裝上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地方，兩個版本又有乜嘢優點、缺點同埋分別？咁繼續留意影片嘅內容，咁各位就會知道噶啦。咁記得俾 like 留言，最重要就係分享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H 之海盜高達 X1 推出嘅時間就係2014年，咁我都係上年年尾先至入手嘅，價錢就真係唔係好記得啦。至於 R 之版海盜高達 X1 2019年推出，咁亦都係上年年尾先至買嘅，咁售價應該係155蚊。H 之版嘅板件數量有11塊，R 之反而少一塊，只係有10塊嘅啫。但係板件裡面嘅零件數量係比 H 之多嘅。嗱，咁由於比較大塊啦，我就影唔晒全部板件啦。R 之版嘅眼部零件有幾大呢？咁用一個1毫子對比就會知啦。骷髏頭標誌係非常細嘅。呢一張 R 之貼紙，我決定唔用啦，轉用副廠水貼。咁細要戰勝自己嘅老花。H 之海盜高達用咗大約1日嘅時間去製作，都係簡單嘅滲線同埋打磨就搞掂啦。嗱，有啲地方就要加深黑線嘅，相信唔會難得到玩開 H 之嘅朋友。咁 R 之版製作嘅時間亦都係差唔多，外形係非常有型噶啦。不過啲黑線呢，咁我就覺得多咗啲啦，而且更加有一個致命嘅缺點。R 之嘅腳部接地咧係有問題嘅，咁當上咗背部嘅核戰機，4對翼嘅重量咧，令到成個模型嘅平衡度唔夠啊！咁我試咗好耐都唔能夠正常企喺度，最後我就用咗啲 Blue Tape 咧去固定雙腳嘅，唔係嘅話我係影唔到呢個對比畫面嘅。兩個版本核戰機嘅伸開角度，我覺得 R 之係比較優勝嘅。咁喺側邊睇呢，更加會見到 R 之版4對翼嘅展開呢係接近垂直嘅 ，H 之版就有一啲向後伸開。兩個版本嘅核戰機喺組裝上有啲乜嘢唔同呢？ R 之版就有一個成型嘅骨架。至於 H 之版嘅4對翼，白色嘅件係冇做分析，金色同埋黑色要自己手油。R 之就有做足分件俾大家。H 之嘅機頭係2大塊白色件，採用左右夾。R 之就做足分件同埋分析俾大家。H 之版嘅核戰機組裝真係好簡單嘅啫，零件亦都唔算細，非常友善。咁如果大家唔想保色，可以考慮用盒裡面提供嘅貼紙。R 之嘅成型骨架，當你扭動嗰陣，記得要注意方向。說明書係有好明確嘅表示嘅。嗱，不過我都係覺得比較硬啊嚇，會令到自己唔太放膽去做呢一個步驟。慢慢嚟，自然就會扭得到呢一個狀態噶啦。跟住再將佢拉上嚟，變成好似一張凳咁啊！再將圓餅件插落去，最後將上面嘅部分撳落嚟，作一個連接就搞掂啦。R 之版核戰機組裝要注意嘅地方就係啱啱嘅骨架，至於其他嘅部分我就省略。但係圓餅件呢，喺組裝嗰陣成日都會甩出嚟嘅。嗱，好明顯 R 之版係比較優勝啦，分件分析做足俾玩家。缺點當然就係考大家嘅老花啦。
HG 版就相對簡單得多啦。嗱，不過有好多地方 Bandai 係冇提供保色貼紙嘅，咁想完成度高一啲就只可以手遊啦。其實今集我係有用 AV 友同埋 Gundam Marker 去為兩款模型上色嘅。嗱，我自己都想比較一下邊一款金色係最好。呢一條 RG 版天線，我會嘗試用 AV 友去上色。咁而呢一個已經上咗色嘅 HG 版天線，我就用咗呢一支 Gundam Marker 黃金色去手遊啊。嗱，咁呢一支 Marker 我由 RG New 高達嗰一集咧開始用，直到而家都超過半年啦，仍然係未乾嘅。咁我冇理由一直放住喺度嘥咗佢噶嘛。嗱，不如有機會用埋佢啦，因為我之前都影過例如 HG 雪霸、龍神號同埋高達 Mark II。嗱，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睇 Gundam Marker 嘅手遊，歡迎大家去頻道嘅頁面重溫。呢啲橙色件我係會用 AV 油去處理嘅。咁兩個版本面額嘅4條紅色痕，亦都一樣要自己補色。如果要做分色呢，咁我都相信紅色件呢係要做到非常細嘅。火神炮亦都要補黑色㗎吓。RG 版嘅紅色痕就比 HG 闊同埋深啊！我選擇用 AV 朱紅色70.909，咁放膽去油啦，唔使驚油出界嘅。咁當然揀翻面上筆會比較啱嘴型。咁等嗰啲顏色乾咗之後呢，用牙籤小心咁將油咗出界嘅顏色呢刮走。AV 油有一個特性，就係漆膜唔係話好硬嘅。而且用酒精就可以好輕易將佢抹走啦。如果想油漆咬實零件表面多一啲呢，可以考慮用1000號打磨棒磨一磨個零件表面，咁漆膜就會咬實好多噶啦。跟住就為橙色件油上光澤黑作底色，咁樣做係有原因啊。嗱，第一，我係想油金色嗰陣令髮色好一啲；第二，打咗黑色底，會比較容易見得到自己油成點啊！嗱，我只係上咗一層黑色，咁等完全乾咗之後呢，就可以上金色啦。有啲零件就真係好細件嘅，而且冇地方呢俾你夾，或者參考我咁樣做，將組件砌好咗先至上油。我係用70.996金色嚟油 RG 版海盜高達嘅。嗱，第一層可以稀一啲嚟油，咁記得一筆過，唔好翻筆。咁等金色乾咗呢，先至上第二層。有朋友教過我，咁油金屬色，例如銀色同埋金色，係至少油超過10層，先至可以完全冚得到啲底色嘅。嗱，由於我技術有限，我計過自己大約上咗8層，咁都發現有啲角度睇零件表面係唔完全冚過個黑色嘅。嗱，不過我就收手啦，就咁樣算數。咁留待各位有興趣嘅師兄去嘗試。咁你哋一定係游得比我更加好嘅。RG 版嘅頭部係有直接做開口嘅狀態俾玩家，頭部微微向上傾呢就可以啦。咁佢本身係有2款眼睛咧俾大家揀，其中一款右眼係有瞄準鏡嘅。咁但係零件真係太細啦，影唔到俾各位睇。嗱，我建議喺砌 RG 版嘅頭部之前呢，就要決定用邊一款眼，因為拆件都非常複雜啊。咁又唔知道係咪我嘅問題啦？咁總係覺得佢嘅骷髏標誌呢，同額頭監視器好似唔係咁至中啊。至於 HG 版要做到開口嘅狀態，係需要成塊換。咁開口嘅細節，心願線就成條黑色。嗱，呢一方面 RG 版就絕對優勝啦。身體設計方面 ，RG 版嘅黑線係比較多 ，HG 就比較簡潔。咁我個人係比較中意 HG 版嘅設計。HG 版呢2個銀色扣係需要自己補色，冇做分件。RG 版就有做足分件俾大家啦。另外呢個駕駛室呢係可以打開 ，HG 版就做唔到。HG 版身體係可以360度轉動嘅。嗱，不過我非常唔鼓勵各位咁樣玩啊。
而 R 支嘅身體扭動到一定嘅角度就會被鎖定㗎啦。兩個版本嘅腰部分件就一定唔同。H 支版嘅腰部由11件分件組成，咁亦都同核戰機一樣，只要你平時有玩開 H 支，組裝絕對難唔到你嘅。R 支版腰部骨架嘅組裝過程亦都唔難，咁大家亦都可以喺過程中感受得到佢嘅巧妙設計。巧妙之處就係喺呢一個位啦，先將底甲套上去波裝，然後再將面甲從上面同底甲作出一個上下夾。嗱，係咪有啲熟口熟面啊？側裙甲亦都一樣。咁其實之前嘅 R 支 Mark II 亦都係採用呢一款設計嘅。優點就係當腳部向上伸嗰陣，唔會令到裙甲甩出嚟。嗱，大家可以見到每件裙甲向上拉起嘅角度順暢之餘，亦都唔會話突然跌件嘅。前裙甲亦都係海盜高達嘅武器，先將佢掹出嚟，跟住將佢變形，然後連上鋼索，再插翻落腰部。嗱，呢件武器咧都非常有特色嘅，係咪經過鐵奧進化而嚟呢？嗱，我覺得咧都有啲似 F90 F-Type 嘅。手部嘅比較， R 支版手腕做多咗一個關節俾大家，令到可動多一啲。H 支版就冇嘅。我都係比較中意簡潔嘅外形設計。我玩呢個海盜高達先至知道，原來佢係有拳套嘅。R 支版就可以咁樣拉出嚟，再插上特效件。H 支版就要做多一個步驟啦，一樣拉出嚟。咁呢件零件咧就要拆咗佢，再裝翻。咁呢一點咧就係兩個版本嘅分別。嗱，好明顯海盜高達係繼承咗 F90 多款嘅任務裝備設計嘅。F-Type 就咁樣睇都已經有兩款武器啦。腳部喺外形上兩款都差唔多。R 支版今次就冇太多黑線，腳部嘅夾緊相比起近代嘅模型就好似差咗啲啦。腳底大家都知道有乜嘢用，嗱，不過 H 支版係有明顯偷膠嘅，喺腳底插上軍刀，相信只有海盜高達先至有咁嘅設計。兩個版本都係咁樣裝噶啦。如果將來設計2.0版，可以將軍刀收入腳底裏面，咁啊用手推出嚟，嗱，我相信係非常完美嘅。腳背呢一個位亦都係 R 支版獨有嘅設計，可以將軍刀柄收入，然後同頭先嘅軍刀組合，咁又可以變成一件徒手用嘅武器啦。H 支版就一件過冇獨立嘅手型去固定把軍刀啊！補充翻一件事先，牙籤指住嘅呢兩個位呢係需要手油保色嘅，但係呢個位我係用溝色㗎嚇。顏色分別就係70.962藍色，同埋頭先用過嘅70.861光澤黑。成日有朋友問 AV 油可唔可以溝色，咁而家我就試俾大家睇。咁亦都有朋友成日問呢比例嘅問題，嗱，咁我就唔係專家就解答唔到啦。我係想要呢一隻暗藍色嘅，咁兩種顏色各自滴一滴出嚟，之後就用水將兩隻色溝埋喺一齊。咁好明顯係我想要嘅暗藍色啦。
然後慢慢一筆一筆油喺零件上面。因為我喺頭先嘅拍攝過程中呢，刮咗漆啦。我想喺手部同埋腳部嘅組裝過程中講翻啲廢話啦。咁當然亦都希望各位師兄可以喺組裝嘅過程中了解得到兩個版本嘅分析同埋分件有啲乜嘢唔同。咁當然 H 之版就比較簡單，而 R 之版就做足分件。嗱，咁簡單介紹一下海盜高達嘅故事背景。咁我發現有好多比我年紀大嘅師兄呢，都唔係好識得海盜高達嘅，甚至覺得有個骷髏標誌喺個頭上面呢，係咪喺度惡搞高達呢？首先由94年推出漫畫至今，歷時30年，直到而家都仍然係冇動畫出現嘅。嗱，海盜高達代號為 F97，出現喺 UC0133年，係 F91 10年之後嘅故仔，被高達之父富野由悠季納入作為宇宙世紀嘅正史啊！當年嘅十字先鋒軍就變成咗宇宙海賊骷髏尖兵，對抗侵略地球木星帝國軍嘅故事。由於當年冇互聯網啦，好多朋友包括我在內都認定93年推出嘅 V 高達係 F91之後嘅故仔。而我真正認識海盜高達係玩超任嘅時候啊，99年推出嘅 SD 高達 G Generation F。由於長谷川所畫嘅海盜高達作畫真係唔靚，而且木星帝國嘅機大部分外表都非常古怪，所以有好多師兄就算接觸過漫畫，可能睇一兩頁就已經覺得唔係 UC 系列啦。其實駕駛海盜高達嘅主角金海道就係 F91嘅西布頓，另外西西里同埋十字先鋒嘅扎比都出現喺海盜高達裡面嘅，所以對海盜高達有質疑嘅朋友，不妨抽時間上網睇一下漫畫啦，例如骷髏之心、鋼鐵之質人、Ghost、Dust， 甚至近年嘅 X11啦。我覺得唔係一定要有動畫先至算係正史啊。咁唔通 S 高達又當佢係平行時空咩？近年嘅閃光之海實惠10幾20年前都只係得小說㗎咋。所以如果你真係中意高達，有時間不妨上維基百科增加一下自己嘅視野啊！再介紹一下兩個版本嘅配件。R 之版先至有嘅 ABC 披風，頭先有配合裙甲武器展示嘅鋼索。兩個版本嘅光速特效件數量都係一樣㗎啦。R 之版嘅手型就有4對，裝喺腳底嘅軍刀。H 之版連埋拳頭就只係有2對手型嘅啫，再加上一個右手嘅揸槍手型，2把連手柄嘅軍刀。激光槍嘅比較 ，R 之版係做足分件俾大家，金色我可以獨立手遊，但係 H 之版就一件白色，手遊難度就非常高啦。兩個版本嘅槍都可以分開。其中一邊係可以變成一把激光大刀嘅。ABC 披風點樣裝上 R 之版嘅身呢？先將背脊嘅翼收起，跟住將個頭掹起，就可以着上披風。最後將個頭裝翻上去，完成。用嚟連接支架嘅灰色件呢，當你插腰部嗰陣，好多時候都唔夠力嘅，會跌落嚟，大家要留意啦。咁呢一件 ABC 披風，相信好多朋友都喜歡，忠實還原漫畫嘅設計，咁亦都係海盜高達嘅特色之一。着上去之後係會影響少量可動，咁但係配合佢多款嘅武器配搭，令成個機體嘅海盜外形呢更加突出。咁總好過 version 卡嗰塊所謂嘅 ABC 薄紙啊！一定有朋友會問，呢件披風可唔可以裝喺 H 之身上呢？係唔得嘅，因為 H 之版嘅頸部設計唔夠長啊，
除非你自行去改造啦，唔係嘅話係唔得嘅。最後嚟一個總結，再擺一啲 post 俾大家睇睇。海盜高達相信好多朋友都中意，至於承唔承認我就唔再講啦，只係自己願唔願意去接受嘅問題。兩款模型都各有優點同埋缺點，喺分件分析同埋細節上嘅設計就一定以2019年推出嘅 R 版優勝，而 H 版嘅分析分件當然就冇得同 R 版比啦。嗱，我自己個人就比較中意 H 版嘅，因為佢嘅外形設計真係比較簡單，緊貼漫畫嘅造型。雖然要保色，咁但係玩得 H 嘅朋友應該都唔會話覺得係一件難事嘅。另外，仲有一樣優勝之處，就係佢嘅摺地係完勝 R 版嘅。R 版直到我拍攝完都未試過可以企得穩。嗱，不過可能係有地方又砌錯咗，令到腳部企唔穩，咁啊歡迎留言鬧我㗎嚇。其實 R 版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嘅零件呢係有啲鬆嘅，例如近駕駛室嘅兩件白色件好易甩出嚟嘅，連接身體嘅圓形手部關節裝位亦都做得比較淺，有陣時擺 pose 會發現個裝位嘅夾緊係分開咗嘅。嗱，呢啲都算係 R 版嘅缺點。當然兩個版本都各有支持者。如果真係想玩海盜高達嘅模型，我建議呢就先接觸 H 版，跟住先至玩 R， 因為 H 版嘅零件冇 R 版咁細嘅，就算有老花眼，亦都好容易砌得到。至於砌 R 海盜高達會砌到發脾氣，就冇出現喺我身上啦。相信都係一啲朋友誇大咗嘅啫，慢慢嚟一定砌得到。如果中意呢一段海盜高達影片，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留言，最好就係分享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未訂閱嘅朋友，希望你會訂閱啦。好，下集再見。